却永远不了解爱的奇妙。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儿时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老爸老妈是 AB 型血，二姐为什么是 O 型血呢？有2个可能 ：A 二姐不是老妈生的 ；B 二姐不是老爸跟老妈生的。好了，你有完没完呢？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有权知道真相的。我同意啊。哎呀，新慧现在还在动手术，我心乱得很。你们不要再多问了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新慧也不知道再追问下去做什么，就当着没这回事儿。可是事情已经明明发生了，你叫我们怎么不当一回事呢？你就说吧，可是这件事迟早他们也会知道的。好了，新慧不是我亲生的，她是你表姨所生的。表姨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我们有个表姨？她生新慧的时候难产死了。啊？那二姐不是这辈子也看不到她的亲生妈妈？哎呀，真可怜呐！大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新慧很可怜。那她亲生父亲呢？也死了。死了。我是觉得新慧她应该不会那么悲惨吧。那个男的是生是死我也不知道，你表姨一直没有告诉我新慧的爸是谁。啊，原来是未婚生子，想不到表姨这么前卫啊！志恒，他为什么那么傻？为什么要未婚那个男人？那现在你们2个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千万不要告诉新慧，知道吗？一家人本来生活好好的，是不是亲生的根本不重要嘛。是啊，我一直没有把他当成是个外人啊，以前是这样，以后也是这样啊。江新慧，原来你不姓江，你连你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又是你？你的人生也未免太神奇了吧？一宗又一宗的意外，一下子从山峰跌到谷底，要重新面对另外一种人生。现在又告诉你，你不是亲生的。为什么是我？接下来还有什么？你要耍我到什么时候你才甘心？你说啊！你说啊！你在埋怨我吗？你来的正好，看好了，原来你也有想念我的时候。我知道你不是人类，我也没有兴趣知道你是什么东西。不过，既然你有能力操纵我的人生，你应该知道我亲生爸爸是谁。喂，你听到没有？我又不是聋子，你想找他，找到了又怎么样？他是谁真的很重要吗？没错，为什么？
因为他是我亲生爸爸。说的也是，难道你想和他相认？江家对你不好吗？我有权知道我的亲生爸爸是谁。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啊，江爸爸呀，江爸爸就是你亲生的，眼睛是，鼻子是，嘴巴是，耳朵也是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亲生的不就是这样的吗？那是江心怡，不是我，明明就是现在的你呀！你分明故意刁难我。好，你不告诉我，我自己找，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。好吧，你想知道也可以。你现在走出医院外，看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你爸爸啦。杨医生，你等一下。哎，是你啊？对啊，你家吗？是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走吧。走啊。死晶晶，难道在耍我？钱，我肚子饿了，没钱吃饭，你可怜可怜我，给我2块钱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怎么不叫啊？哎呦，这里真的是好臭哦！你快想想，该怎么照顾这个张茜茜的爸爸呀？真的是他不想认了吗？快点谢谢我啊！今天我让你捐了10块钱做善事，不知道好心会不会有好报呢？你说我，你希不希望这是真的啊？假如这是真的，好不好啊？不知道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哦。这里真的好臭啊！我先走喽。世轩啊，幸亏有你和医院的帮忙，要不然后果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新慧平时啊又爱美又怕痛，今天癌症一到啊，我看了心都痛死了。你们不用担心了，医生说他手术很顺利，我想他很快就能复原的。今晚我会留下来陪他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世轩，多亏有你，我回去炖一点补汤给你补补血。谢谢你啊，伯母。新宇，明天你自己啊早一点去。新宇，啊？你在干什么？神不守舍的。哦，没有啊。喂，怎么不进去啊？病房里那么多人，会影响空气的素质的，对病人也不好嘛。我还是明天来看他。店里有很多东西得请我去整理了。对呀，被新慧这么一下，我都忘了，都是你们2个出什么抓贼的馊主意。好了好了，这里是医院呢。那还不赶快回去呀？大家一起整理整理。以后别太亏待自己了，节省也要有个限度的。你为什么抢人家女朋友？你还想讲？喂，哎呀！
你帮我看看哪一只好啊？这个不错，我没有得选择的。我去相亲，他们都嫌我丑，丑得像鬼一样。眼睛一定要看眼睛的，叫做眼神交流。就是这样。心玉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啊！你怎么就不会少关心别人，多关心你自己呢？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那么近距离聊天了吧？看到你找到你的幸福，我也替你高兴。只是觉得每次我跟你见面的时候，总觉得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心里总是有点，就像吃了穿心莲那样吧。还记得有一次，你试吃了邻居种的穿心莲，你还逼我一起跟你吃呢。你说你要我一起跟你体验那种苦到穿心的感觉，现在就是有点那种感觉。那个和我一起吃枯草的心鱼，那段有说有笑的日子，没有距离日子，我都会永远记在心中的。就算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，我会默默地祝福你的。还在担心新会啊？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新会。这是意外，不必太自责。那一刀本来是冲着我来的，现在却害得他躺在医院，差点连命也丢了。幸亏有你。你都说了，幸亏有我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我去看新会。没错，幸亏有你。你好了没有？看了新会，我还要赶回店里了，快点啦！现有个暗箱在店里嘛。今天有人预约，叫我帮他推拿。好了好了，我还想拿一点杂志啊，给新会解解闷。新会刚动完手术，要休息啊，看杂志会伤神的。好了，走了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忘了关后门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健忘啊？哎呀，我最多回店里拿一点补脑丸哦。你看你又来了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自己乱吃药，要辨证论治。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是什么就乱吃药，很危险的。Hello， 我们是来送按摩椅的。我没有订按摩椅啊，地址没错，账已经付了，你看看。啊，对呀对，是我们的。哎，搬进来，搬进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你什么时候订的按摩椅啊？不是我订的，是汉生送给我们的。谢谢你啊，每次让你破费。你要去看新会啊，他在医院，不用担心。我们正好也要赶去医院看新会啊。哈，好，谢谢啊啊。干嘛这样看我？我看那个汉生心术不正，你不要随便贪人家的小便宜了。哎呀，人家送来，难道叫他拿回去啊？现在可以走了吧？等一下，汉生说要过来载我们一起去医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省得钱了嘛。你呀，又是人家自己送上门呐。反正现在还有时间，要不要试试啊？按摩椅。
把你吵醒了？我的头好重。麻醉药还没过，是这样的。安祥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店怎么样了？还有菲菲她怎么样？你试过问我那么多，不知道我怎么回答你啊？你放心了，他们都没事。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我很怕再也看不到你了。傻瓜，我现在不是在你面前了吗？昏过去的那一刻，我真的很怕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分开。不管你飞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把你抓回来的。小心啊！对了，昨天晚上为什么那么晚还要回药店呢？我只是回去拿一些补药。那以后没有我允许，不准你当女英雄，知道吗？你的小命也是我这个女英雄救回来的。新慧，你怎么样了？听说你伤得不轻，伤到哪里了？没事，这位是……哦，他是《新潮晚报》的记者，今天来给你做访问，顺便拍几张照。江小姐你好。喂，这里是病房啊，新慧需要休息的。这我当然知道啊，不然早就拉队到现场做直播了。只是聊几句，你就拍几张新慧在病房的照片好了。好啊。哎，我知道你要搞新闻做宣传，不过要等到新闻好一点再说啊。到时候新闻都变旧闻了，秦先生，请不要妨碍我们。新慧这次入院，有很多影迷都非常关心，我们有必要向影迷们做个交代呀。我不管，请你们出去。新慧，世轩，算了。我倒是觉得，如果新慧影迷关心他的话，也希望他安心的休息。至于他的病况，你一向来不是他发言人吗？这根本就不一样啊！如果你想刺激报章的销量，明天我跟你一起上头条，也一样达到同样的效果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请你出去。你不好意思，我改天再安排新慧让你独家访问。好，不好意思。你好好休息吧，这些小事情等我来处理好了。请问病人都有几号房？病人病情严重吗？你会来探望他吗？请你们安静一点，这样会打扰到病人的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才知道。新慧病情。不关我的事，都说新慧红了。不好意思。你看他们在那边。请问新慧是究竟怎么受伤的？你是前评论还有副总裁秦建成吗？请问你和新慧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是男女朋友关系吗？他不是。他们还不能说是男女朋友。陈先生，请问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和秦先生本来是生意伙伴，听说秦先生公司的假药事件，你最了解状况了。那件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，我不想再提了。我今天来是陪新慧的父母来探望新慧的。你是江新慧的男朋友吗？江小姐是我们产品的代言人，也是一位我非常欣赏的艺人。你想追求她？你说呢？我们俩这个机会比较大。有些事情不是说你办到就能办到的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，别人越觉得不可能，就越要争取。有毅力未必会成功的，毅力可是成功的第一步。各位，我们公司正考虑为新慧筹备写真，其中还有一些新慧早期的泳装照片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我回公司了解状况。好，这边请。我希望你不要做一些令新慧难看的事。你在教训我吗？你懂不懂得接二连三的意思？为什么成功的人会越来越成功，失败的人却跌了又跌？Vino 那一仗你输了，新慧你也一样。哦，伯父伯母，我在等你们一起去探望新慧呢。好啊，我们走吧。
康复。谢谢你啊。这个花啊，一定不便宜吧？其实以后啊，不必花这种钱，要买啊就买些鸡精燕窝，比较实际一点。要买的话，来我店里买，给你折扣。妈，其实看到幸会没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打扰人休息了。啊，这么快就要走啊？哦，我还有会要开呢。你看，都叫你不要打扰人家。他也没有说啊。没关系，其实我也想来探望幸会。你要好好休息。谢谢啊。伯父、伯母，我先走了。开车小心哦。哦。干嘛这样看着我呀？为什么告诉他我在医院？你入院也不是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知道我不喜欢他，况且要不是他的话，世轩的生意就不……没关系啦。世轩都说没有关系了，做生意嘛，当然是有起有落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最好不要再说了，免得说多错多。人家汉生啊，也是好心要送我们来，怎么可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反正我一看到他我就气。哎，新慧啊，动怒会伤肝脏啊，你刚动过手术，不可以生气的。谁叫有人要故意气我？好了好了，我怕了你。下次我在前门看到他，我就从后门跑掉，当作没有看到他，行了吧？别生气了。你不是带了补汤来吗？哎呦，对了，都忘了，补血汤。那么快就给我补血？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世轩的。世轩昨天啊，捐了好多血给你呀。你捐血给我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昨天晚上我一直都很担心你，都忘了告诉你。其实昨天晚上……对呀，世轩，你昨晚一晚没睡好觉，这个汤啊拿回去慢慢喝。哎，是啊，你的精神不太好，早点回去休息。谢谢。哎，对啊，你不是要赶去给病人的那个推拿？是啊，时间差不多了。你一整晚没睡好，快点回家休息啊。那好吧，我先送伯父伯母回家。我已经通知了护士，不让任何人进来打扰你。路上小心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把车子开过来。好啊，谢谢你啊。世娟，姑姑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真巧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陪我哥来复诊的。那爸爸呢？啊，来了。怎么那么面善啊？我在哪里看过他？让我来介绍，这是我爸爸秦富忠，这是幸会的爸爸江佩祥医师，这是幸会的妈妈。啊，江医师你好，江太太你好。伯母。你好，你好。对了，我想让我哥看看中医，用中药来调理他的体质。佩祥啊，你有什么建议？秦先生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气补。上了年纪的人最常见的就是气不足，所以练气功是最好的强身良方啊。孩子到底是谁的？阿琴，告诉我孩子到底是谁的？表姐，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真的不能说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以后你怎么见人呢？你还年轻啊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包庇他？我真的不能说，我不想害了他。你不要告诉我，他是有老婆的。真给你气死了！那个男人知不知道？他说要怎么做？他叫我把孩子打掉。这是一条人命哎！他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我已经决定把孩子生下来，把他抚养长大。真是太没有良心了！以后一定会有报应的，天打雷劈！表姐，你不要怪他，我是自愿跟他的，我不后悔，也没有打算要告诉他我要把孩子生下来。你怎么那么傻？表姐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来。
妈妈疼，妈妈爱啊。难道他们是？这次惨了。谢谢。什么事情紧紧张张啊？星云呢？跟安祥到医院去看新会了。那就好。到底是什么事了？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还有心情撑吗？你一下子说好，一下子说不好，我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想清楚了再说哈。那，你听清楚啊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行了行了，什么事那么大不了啊？福忠是新辉的亲生父亲。你想清楚了再说啊。我想了100遍了。你肯定？没有10成也有9成啊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有证据啊。你看。怎么办？如果新慧真的是傅忠的女儿，那她跟世轩不是？我就是担心他们2个的事情啊，所以问你怎么办？你为什么给我？这是奶奶以前送给我的，我对不起她，请你帮我跟她说对不起。你应该自己去道歉，自己做错了，你应该自己承担。没错，我也想自己去跟她道歉的。奶奶又怎么会怪你呢？相信我，她不会的。你看你脸色很差，答应我要多照顾身体好吗？我这一辈子是不能够原谅自己的。安强，你是个好男人，可惜我是个坏女人，一再的辜负你。这链子，你拿去送给懂得珍惜你的女人。我们虽然做不了夫妻，我们还可以做好朋友啊。你还愿意跟我做朋友？你还不了解安详吗？在他字典里根本就没有仇人这2个字。以后你们要来看我，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。Madam 啊，菲菲是受害者啊，那主谋是 Albert 啊。Albert 已经落网，也已经认罪，并指出沈狒狒是同谋。这个 Albert 真是一个大人渣，亏你当初为他做那么多傻事。只能够怪我自己笨。走吧 ，Madam， 你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一句对不起是不能够弥补我犯的错，可是我是真的。没错，对不起是没有意义的。你要好好努力，证明你改过的决心，好好生活，要对得起自己，一切还来得及。谢谢，谢谢你。
什么灯柱啊？不就是你了？从刚才到现在像木头一样，还在想菲菲啊？不是了，还在撒谎。真的没有。那到底是什么？喂，到底是不是朋友啊？我是在想，我在药店工作了几年，虽然师傅师母对我都很好，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想自己创业啊？你这算不算是化悲愤为力量？我也不知道，以前一心要结婚成家，婚结不了，只能好好的搞好事业了。好啊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还没做决定，不过应该是跟草药方面有关的考虑吧。好主意啊！你每天抓药，做生不如做熟。到时候计划出炉，别忘了我一份。你对草药有兴趣？那当然啦，只要是跟减肥、乌发、美容有关的，我都有兴趣。不是所有女人都有兴趣的。到时候你别想自己一个人赚，一定要让我加入。怎么，不相信我的实力啊？你今天好像不太对啊。什么不对？是不是越来越不像我了？要适应我姐姐嘛。如果真的不能变回来，我也不能一辈子要人家养我当寄生虫。什么寄生虫啊？就是一辈子待在家里白吃白住当公主，这样也不是办法。你本来就是江家的公主。我不是公主，是《还珠格格》。什么《还珠格格》啊？你还不懂啊？你怎么那么木头？那就是我不是姓江的，跟《还珠格格》一样，是个假公主。活了20几年才知道自己不是江家亲生的，你说是不是很好笑？妈，妈，哎，你好，是你呀？我要找我妈的。你妈搬走了。什么？我现在等人来看房子，没事的话你走啦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她搬去哪里啊？他没说。那你知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找到她呢？找阿德咯。怎么才可以找到阿德啊？他最近常常出现在对面那个拉萨档。谢谢你。哎呀，死鬼啊！你赶紧回来啦！你干嘛这么凶？死鬼都给你吓活了。爸，想念我吗？我以为看到的。哎呀，你老公都已经去卖咸鸭蛋了，你看他半夜起来找你。别乱说话。好，不说，来，我帮你。哦，你看你手都粗了。哼，你会那么好心，一定就是把钱花光了。人家想念你嘛，啊，想要跟你要点买4D lucky，哼，谁叫你是我的 lucky star 呢？你少甜言蜜语啦。哎，我要上洗手间，你帮我看这件。OK。阿德，喂，你又跑来这边干嘛？我来找我妈。我不知道啊。房东他来说，只有你才知道啊！神经病！他说我知道，我就知道。我问你，我妈她是不是已经恢复记忆了？好笑嘞！头脑是长在他的头上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跟那个女人已经划清界限了。你要找她，哎，你报警也好，登报纸也好，那是你家的事情，麻烦你不要来找我啊！再怎么说，她也跟你挨过苦，你怎么可以不理她的死活呢？哎 ，sorry 哈，我不想再被那个衰女人给拖累了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手！你看，我一提起那个扫把星，手就中伤了。世轩，我再帮你拿一个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去找过我妈。你去找芬姨？那她怎么样了？她已经搬走了。她为什么要不告而别呢？她一个人能去哪里呢？也不知道现在过得好不好。其实芬姨她怎么了？我是在想，她不告而别一定有她的原因。我也很担心她，你一定要去找她。我知道，我会去找她的。或许她只想离开一阵子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了。
我照顾新慧可以了，你回去忙你的吧。其实伯母，其实你不必天天来陪新慧的，你有你自己的工作要忙，我会照顾新慧的。妈，新慧啊，晚上你想吃点什么？告诉妈，妈煮了带来给你好吗？那伯母啊，我先走了。哦，不送了。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啊。这女孩是谁？你没有见过她吗？她是玉娟的表妹，和你哥哥以前交往过。是吗？我没见过她。不过我哥年轻的时候风流，是也不奇怪啊。要不是这样，大嫂怎么会得了忧郁症？他们不止交往过，还生了一个女儿。女儿？嗯，这我倒没听说过。我跟玉娟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。我不明白，你的意思是那孩子去找你们？不是，其实那孩子就是新慧。年轻时候风花雪月，无形中伤害了不少人。你们在一起有多久了？为什么你突然间这样问？是不是又要清算我的风流账啊？不是啊，哥，你仔细的想想，你难道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比如说，你们是为了什么分手的？我只记得他年纪很轻，很残忍。不过，他还算是听我的话，对我千依百顺，也不计较名分。我还记得他曾经告诉我，他怀了我的孩子。后来呢？那时候李大嫂生病，我很烦，我以为他想要挟我，所以我很生气。我说如果真的有孩子的话，就把他拿掉。之后我就去了美国，那次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呢？他现在人还好吧？已经20年没见面了。如果她嫁人的话，现在孩子应该很大了。她死了，生了孩子的时候难产死的。其实她是佩祥太太的表妹。江家都认定你是那个孩子的亲生爸爸。原来他真的把孩子生了下来。那孩子呢？是佩祥的第二女儿江新慧。就是跟世轩在一起的那个江新慧。听说那天新慧发生了意外，世轩去捐了血。那也不能够证明什么。O型血本来就很普遍。可是她是小晴的亲生女儿啊，而你是小晴的唯一男人。怎么还没来？妈，你没有通知他？啊，他今天没空。没空？他知道我出院，怎样都会抽空来接我的。你是不是没告诉他？以后没事啊，别麻烦他了。他跟以前不一样啦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。很深。妈，你怕麻烦世轩，就不怕麻烦他吗？哎呀，不一样嘛。我打的是。哎呀，干嘛免费的车不坐啊，花钱打的是。幸会，伯母，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刚到你就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塞车。哎，我来帮你吧。好。小心一点。可以了，我可以自己走。你的伤口还没有复原，要小心啊。来，韩胜啊，今晚就留下来吃一顿便饭。妈，我马上去准备，你陪新慧聊天啊。不必麻烦了，伯母。不麻烦。我今晚约了顾客吃饭。那
那你还特地来接新会，你真是有新会的心呐！我先走了，你有什么需要随时 call 我，小心一点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一有空就上来吃饭哦。哦，我会的。哎，走啦。动作真快啊！送了按摩椅，现在连自己都送上门。人家是特地送新会上来啊，你不说一声谢谢，还胡说八道什么？不，心雨只在跟我说笑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我先走了。慢走啊。哦。真虚伪，从来没有见过里面那么厚的人。啊！喂，你干嘛打我？你什么时候讲话都带刺的？我是实话实说啊，像这种小人你也看得上？新会如果跟他，简直是鲜花配牛粪。那你就去找一个像这种牛粪的回来给我瞧瞧。你要是能找到，我就杀猪还神了。我要是喜欢这种小人的话，我宁可自杀还神。哎呦，你真的是要气死我呀！好了，不要再气妈了，我是帮你出气耶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按摩椅啊？就是汉生送的，现在在爸的房间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汉生对老妈是有求必应，看来他们是采取里应外合的攻势，你要当心哦。你又胡说什么？妈，以后不要再招惹那个汉生了，这样很容易引起误会的。哎呀，其实汉生有什么不对啊？啊，主要是他喜欢你呀，应该给他一点机会嘛。妈，你明知道我已经跟世轩来往，你还这样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和世轩来往啊？没有我的同意，你和世轩不能交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准啊。喂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小心我的伤口。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明知道汉生不是好人，世轩生意会失败也是他害的，还对他那么好。也许他有钱吧。有钱就能卖女儿吗？世轩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妈为什么要反对我们？也许他没有汉生有钱哦。又是钱，妈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势利？好了，你不要激动了，小心伤口。要不是我现在有伤在身，我就跟以前一样揍他一顿，踩他两脚，给他2拳，抽他眼睛，绑他头发。喂，小心点啊！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。对不起啊。干嘛？弄伤你身体。现在你这里有拖一条蜈蚣，以后不能穿比基尼。可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出钱给你去整好的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换回来。总有一天，我相信这一天迟早会来的。姐啊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就说吧，我们2姐妹不用说到拜托那么严重，只要不需要我接受汉生就 OK 了。帮我问妈，谁是我的亲生爸爸？我自己去问的话，他一定不会说的，要你亲自问才行。我不懂你说什么？什么亲生爸爸？我就是你的身体，不是江家的孩子。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。背对你的目送，是因为泪太重。原来太理智只会让自己更伤痛。我知道没有用，心会盲目跟踪，就像停不下来的时钟。那回忆被你拆封，却写不上。